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午夜的林口长庚医院，灯光惨白，走廊寂静的只能听见监护仪滴答滴答的声响，像心跳，又像倒计时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小云望着护士站的电脑屏幕，眼神有些呆滞。她刚结束培训，第一次正式轮值夜班。虽说他早已听说过医院的许多都市传说，但他始终认为那不过是值班护士们用来吓新人的故事。可现在独自坐在这个半亮半暗的空间里，他莫名觉得有些压抑。你今晚在16楼。身旁的前辈，一位已经值夜班多年的护士小慧，忽然停下动作，看了他一眼，语气里带着些许犹豫。是啊，16楼有病人要换药。小云回答，眼神有些困惑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小慧顿了顿，随即压低声音，像是怕被什么人听见似的。16楼，你自己小心点。什么意思？小云皱眉。你第一次值夜班，很多事不懂也正常。小慧似乎不愿多说，嘴角勉强扯出一抹笑。别管那么多，专心做事，天亮就好了，别吓我。小云低声抱怨，但她能感觉到小慧是真的有些不安。她想再问什么，护士站后方的自动感应灯突然熄灭，只剩下护士站前方那一盏微弱的光。她条件反射地望向走廊尽头，那里一片幽暗，仿佛黑洞一般吞噬着光线。就在她努力适应黑暗时，她突然觉得尽头的阴影里似乎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，心脏猛地一紧。小袁眨了眨眼，再次看去，那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静止的空气和深夜特有的死寂。他摇摇头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一定是太累了，或者是护士站灯光的反射造成的错觉。小云，时间到了。另一位护士提醒他，你该去16楼了。他点了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拿起药盘，朝电梯走去。电梯门缓缓划开，他迈步进去，按下16这个数字。他并没有注意到，在电梯门即将合拢的瞬间，屏幕上的楼层数字短暂地闪过了一串奇怪的乱码。电梯缓缓上升，液晶屏上的数字一格一格地跳动着，14、15、16。叮，电梯门缓缓划开，16楼的走廊静得出奇，白色的墙面在冷色调的日光灯下显得苍白阴冷，只有墙上偶尔闪烁的病房呼叫灯带来微弱的动态感。小袁走出电梯，手中的药盘微微有些颤抖。他知道自己在紧张，却说不上是为什么。按照护理记录，他今晚要检查的病房是1609号房，但当他沿着走廊一路走过去时，却发现病房门牌上根本没有1609。16年7月、1608、1610、1609号病房不见了。他皱起眉，心里升起一丝不安，是不是前辈把信息登记错了？可他低头看着护理记录，1609号房的病人名字和病情都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，这意味着这个病房确实存在，至少在记录上是这样。是我看错了吗？他自言自语，转身想回护士站查阅资料。然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耳边隐约传来了一丝细微的声响。护士，像是从某个病房里传出来的低喃，微弱却清晰。小袁的心脏猛地一紧，顺着声音望去，发现走廊尽头那扇未标编号的病房门微微敞开了一条缝，里面透出一丝幽暗的灯光。他的喉咙有些发紧，手指收紧了手中的药盘。理论上，所有病房的门在夜间都应该关好，可这扇门像是在刻意等待着谁走进一样，静静敞开着一条诡异的空隙。护士，声音又响起了，比刚才更清晰了一点，带着一点沙哑的乞求。小云咬了咬牙，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地伸手推开了那扇门。病房里只有一张床，病床上的被子有些凌乱，凹陷出一个人的形状，仿佛刚刚有人坐在那里。但病房里空无一人，空气里飘散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丝说不出的潮湿和腐朽的气息。他站在门口犹豫了几秒，最终缓缓地走进病房，四处张望了一圈，墙上的点滴架仍然挂着药水，
病床边的柜子上放着一副眼镜和一本泛黄的旧书，似乎显示这里真的有病人住过。可病人去哪了？就在他低头思考的时候，他的目光无意间扫到了病床前的床帘，那帘布轻轻地晃动了一下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躲在后面。刚刚悄悄地移动了一下，小袁的呼吸骤然一滞，手指死死抓住药盘。有人在那里吗？他鼓起勇气问了一句，声音低的几乎不像自己的。床帘微微摇晃了一下，心脏砰砰直跳。他慢慢地伸出手，颤抖着拉开了帘子。帘子后面没有人，但病床上那本泛黄的书此刻却已经被翻开了一页，像是刚刚有人坐在那里阅读，然后起身离开了。他猛地倒吸一口冷气，强忍着转身逃跑的冲动，死死盯着那本书的书页。书页上有着一道明显的指痕，停留在一行触目惊心的文字上：医生再见。那一瞬间，冷意顺着他的脊椎直窜上来。他终于意识到这个病房里绝对不止他一个人。小袁的呼吸急促，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。他死死盯着那行字，心里升起一股无法言喻的寒意。医生再见，这句话是在对谁说的？他强迫自己镇定，低头检查病床旁的病历表，然而病历表上的病人资料竟是空白的，连病人姓名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他的手指微微发抖，迅速合上病历表，强忍着心中的恐慌，快步走出了病房。他不敢再多看那间房一眼，只想尽快离开16楼。走廊依旧空荡荡的，空气里有种沉闷的气息。小袁快步朝电梯走去，鞋底摩擦地面的声音在寂静的环境里被无限放大。他努力不去想刚才的一切，可脑海里仍不断浮现那本书被翻开的画面。医生再见。他的手指狠狠攥紧了药盘，快步走进电梯，按下1楼。电梯门缓缓合上，他终于松了口气，强迫自己平复呼吸。然而就在电梯即将启动的瞬间，楼层指示灯突然闪了一下，按键上原本熄灭的16自己亮了起来。电梯重新向上升起，小袁的瞳孔猛然一缩。他明明没有按16楼，可电梯却仿佛被某种力量操控着，重新返回那个他拼命想逃离的地方。他猛地伸手去按关门键，狂按了几次，但电梯根本无动于衷，依旧缓缓上升。是系统故障，对，一定是故障。他在心里拼命说服自己，可冷汗已经浸湿了他的后背。叮，电梯停在了16楼，门缓缓打开，走廊尽头的灯光忽明忽暗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寒意。没有人。可就在他准备狂按1楼时，他突然瞥见电梯门旁的镜子里，除了他自己，竟然还有第二个影子，一个模糊的站在他身后的影子。他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，手指僵在半空，脖子几乎僵硬的无法转动。影子静静地站在他身后，头微微歪着，像是在等待着他发现他的存在。这不是他的影子，因为影子比他高出了一截，而且他的头颅微微向一侧扭曲，像是脖子断裂后倾斜的角度。呼吸几乎停止，他的指尖开始发麻，心跳剧烈的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。他努力告诉自己不要回头，绝对不能回头。但就在他屏住呼吸的刹那，他听见了一声极轻的低喃：护士。他的瞳孔猛然收缩，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他终于忍不住，猛地抬头望向电梯镜子里的影子。然而影子却在他的目光触及的瞬间迅速消失了。他怔住，胸口剧烈起伏，恐惧让他的四肢几乎失去了力气。他再也顾不上任何规矩，颤抖着按下1楼。这次电梯终于启动，16、15、14电梯急速下行，带来的失重感让他的胃部翻腾，但他此刻完全没有心思在意。终于电梯到达了1楼，门缓缓打开，他几乎是踉跄着冲了出去，扶住了护士站的柜台，大口喘息。值班护士惊讶地看着他：小云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小云哆嗦着唇，试图开口解释，可是他的眼角无意间瞥见电梯的镜子里，16楼的按钮仍然亮着，而那个模糊的影子依旧站在那里，仿佛在等待着下一位乘客。小云，
值班护士的声音将他从恐惧中拉了回来。他猛地回头，电梯已经重新合上，楼层显示屏恢复正常，仿佛刚才那一切只是他的幻觉。可他知道那不是幻觉。你还好吗？值班护士皱着眉，担忧地看着他，脸色怎么这么白？小云的嘴唇颤了颤，她想告诉对方自己刚刚经历了什么，可她心里又有个声音阻止了她说出来。又有谁会信？她摇了摇头，没事。声音虚弱的连自己都不相信。值班护士看了她一眼，叹了口气，我跟你说吧，夜班别乱去16楼。小云猛地抬起头，你知道16楼的事？护士顿了一下，压低声音，不只是我，医院里很多老员工都知道16楼很邪门。小云的手指紧紧攥着护士台的边缘，心跳剧烈，隐约感觉到对方要说出什么不得了的事情。以前有个医生在16楼的病房过劳猝死，可是他的灵魂似乎还留在那里。护士低声道，你知道吗？不少夜班的护士都曾经听到他在走廊里巡视的脚步声，甚至有病人说他们在睡梦中见到了他。小云的呼吸猛然一滞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。医生再见。他的脑海里猛然浮现出那本翻开的书页，那一行诡异的字迹。那个医生，他叫什么？他的声音有些发颤。护士犹豫了一下，目光复杂地看着他。沈医生。这个名字像是一道冷风，狠狠地钻进了他的骨髓里。沈医生，他好像听过这个名字。不只是听过，他脑海里隐约有个模糊的画面，一个穿着白袍的男人站在病房门口，沉默地看着他。可是他记不得是什么时候见过这个画面了。你以前认识他？护士察觉到他的不对劲。小云摇摇头，试图压下心底的不安，转身朝休息室走去。他需要冷静一下，整理思绪。然而就在他推开休息室的门时，空气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拖鞋摩擦地面的声音，嘶嘶嘶。他的呼吸一滞，心跳仿佛漏了一拍。这不是他的脚步声。他猛地回头，看向护士站的方向，值班护士仍然坐在那里，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，根本没有移动。那是谁的脚步声？小云的脊背瞬间泛起一股寒意，她猛地环顾四周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但她可以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走廊里慢慢靠近，脚步声缓缓地逼近，每一步都带着沉闷的压迫感。她的指尖发麻，脚步几乎无法移动。她屏住呼吸，试图在视线里找到那个人的踪影，可是走廊里依旧空无一人。然而脚步声没有停下，他就在他面前，却看不见。这一刻，恐惧像是一只无形的手，狠狠地掐住了他的喉咙。然后他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，带着诡异的沙哑，从他耳边悠悠响起，护士，你看到我的病人了吗？小云的血液瞬间冻结，小云的呼吸骤然停止。护士，你看到我的病人了吗？那声音沙哑低沉，仿佛从遥远的地方飘来，又仿佛就在他耳畔呢喃。他猛地转头，走廊里空无一人，可他清楚地知道，那声音确实存在。他的手指冰冷，腿几乎软得站不住。他死死盯着前方，喉咙发干，心脏撞击着胸腔，几乎快要破裂。不行，他必须离开这里。他咬紧牙关，强忍着恐惧，迈开僵硬的双腿，快步冲进休息室，反手将门关上。砰！门锁落下的瞬间，他终于喘息起来，靠在门上，大口大口的吸气，试图平复心跳。手机还紧紧握在手中，他猛地低头，手指颤抖地解锁屏幕，打开相机。他必须留下点证据，必须证明刚刚发生的一切不是他的幻觉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屏住呼吸，举起手机，对着门口拍了一张照片。拍完后，他的拇指微微颤抖，点开相册，放大刚刚拍下的画面。屏幕上是一张普通的病房门口照片，光线昏暗，但依然能看清门框和墙上的标识。小云的心稍稍放松了一些，她叹了口气，正准备锁屏时，照片的角落里，一个模糊的影子映入了她的眼帘。她的瞳孔微微收缩，手指微微颤抖，强忍着恐惧，慢慢的放大那一部分，
屏幕里的影子逐渐清晰，那是一个穿着白色医师袍的男人，站在他身后的走廊里，微微低着头，脸色苍白，嘴角勾起一丝细微的弧度，像是在微笑。他的血液瞬间冻结，指尖失去了知觉，手机啪的一声掉在地上，屏幕倒映出他此刻毫无血色的脸。这个男人他在哪里见过？记忆的深处，某个模糊的画面被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。他想起来了，不久前，他偶然翻阅医院的旧病历时，曾经看过一张医师的合影。那张照片里，有一位医生站在人群的最边缘，脸上的笑容和他手机里的影子一模一样。那张照片的标题是沈医生与他的团队，而最诡异的是，照片下方的备注写着沈医生3年前因突发心脏病殉职，享年42岁，他早就死了。可是他依然站在16楼，穿着他的白袍，在深夜巡视病房，寻找着他的病人。小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耳边嗡嗡作响，恐惧攫住了他的喉咙，像是一双无形的手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，让他无法呼吸。他的目光缓缓落回到掉落在地上的手机屏幕上，屏幕里那影子仍旧站在那里，可是他的头微微偏了一下，像是在看着他。你看到我的病人了吗？那个沙哑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。这一次他终于忍不住了，猛地抬头，门口的玻璃窗上印着一张苍白的脸，正直直地看着他，嘴角的微笑缓缓扩大。小云的尖叫被卡在喉咙里，她想逃，但全身仿佛被冻结了一样。门口的玻璃窗上印着那张苍白的脸，微微歪着头，眼神空洞，嘴角挂着一抹细微的笑容。那笑容不是友善的，而是像在审视他，等待着他的回答。你看到我的病人了吗？沈医生的声音沙哑而低沉，像是从一个极度遥远的地方飘来，又仿佛他一直都站在他的身后。小云不敢回答，她紧紧攥住自己的衣角，指甲几乎掐进掌心。她的大脑飞快地运转着，试图寻找一丝合理的解释。可是她知道这不是幻觉，3年前他已经死了，可他为什么还在16楼徘徊？他到底在找什么？他的脑海里浮现出那本被翻开的旧书，那行诡异的文字。医生，再见。他猛然想起，在16楼值班的病人里，有一位老人在深夜对着空气轻声道别。他是在对沈医生说话吗？脑海中的思绪刚刚汇聚，门口的玻璃突然咔嚓一声裂开了一道细长的裂缝。小云的心脏骤然一紧，她猛地低头，不敢再看窗户。她感觉到那道目光依旧沉沉地注视着她，带着一种迫切的等待回应的耐心。她颤抖着拿出护士站的电脑，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打，调出医院的档案库。她必须知道沈医生生前的病人是谁，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，为什么他死后还要一直徘徊在16楼。屏幕上沈医生的病人名单缓缓跳出，他快速扫过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名字，直到他看到一份特别的档案：1609号病房，病人姓名李国珍，死亡日期3年前。1609号病房。小云猛地睁大眼睛，手指死死抓住鼠标。那不就是今晚他在16楼找不到的病房吗？更诡异的是，沈医生的档案显示，他去世的时间和这名病人李国珍死亡的时间完全一致，他们是同一天死的。他的后背发凉，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住了一下。沈医生是陪着这个病人一起死的吗？他还没来得及继续深思，房门忽然咔嗒一声，自己缓缓地开了一条缝。小云的血液瞬间冻结，指尖猛地发麻。门外的走廊依旧寂静无声，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冷意，像是有无形的影子正缓缓渗透进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脑海里只有一个疯狂的念头：如果沈医生是在找他的病人，那么李国珍到底是谁？他死前发生了什么？他咬着牙，忍着恐惧，手指在键盘上继续翻查李国珍的病历。然后他看到了一条震撼的备注：病人拒绝接受手术，最终病情恶化，抢救无效死亡，主治医生沈文哲，沈医生。小云的呼吸猛地一滞，
心脏狂跳起来。沈医生的病人是他自己没能救活的人，而他死后仍旧困在16楼，寻找那个他无法拯救的生命。他的脑海里闪过那个夜晚的病房，那本旧书被翻开的瞬间，那些病人半夜低喃着的那句话：医生，再见。原来那些病人在临终前都看到过沈医生，他们是在向他告别，可他一直不肯离开。他在16楼游荡，不断地巡视病房，等待着，寻找着他的病人们。小袁的呼吸变得急促，他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每次电梯都会自动停在16楼，为什么他在1609病房里看到那本书自己翻开，为什么他在走廊里听到拖鞋摩擦的声音。他一直在那里，从未离开。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紧衣角，试图冷静下来。可下一秒，他的屏幕忽然闪烁了一下，然后跳出了一条新的系统通知：16楼1609号病房。呼叫铃响起，他的血液瞬间凝固，他的瞳孔骤然收缩，猛地望向电脑屏幕，1609号病房的状态栏竟然亮了起来。他的指尖微微颤抖，那个病房明明早就不存在了。护士，他的耳边再次响起那道熟悉的低语声。他缓缓地转头，瞳孔一点点放大，休息室的玻璃窗上映着一个穿着白袍的男人，站在他的身后，目光深深地注视着他，嘴角缓缓上扬。你看到我的病人了吗？小袁的呼吸猛地停滞，指尖冰冷得像失去了知觉。他在他身后，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玻璃窗倒映出的影子，白袍微微晃动，脖子微微弯斜，脸色苍白，嘴角那抹浅笑让人寒意直冒。沈医生就站在他的身后，距离不过半步之遥。你看到我的病人了吗？沙哑的声音在他的耳边低低响起，气息微凉，仿佛是风穿透了灵魂，带着深入骨髓的寒意。小袁的身体几乎僵住了，他想逃，但双腿像被冻住了一样，动弹不得。不，他的喉咙艰难地蠕动，声音轻微的连自己都听不清。他不想看到，他不想回答，他甚至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。可是冰冷的现实告诉他，他真的看到他了。玻璃窗上的倒影清清楚楚地存在着，甚至他能看到他缓缓地伸出一只手，向他的肩膀落下。他的心脏狠狠地收缩，耳边只剩下自己的喘息声。下一秒，他终于崩溃，猛地闭上眼睛，疯狂地往前冲去。砰！他撞开了休息室的门，跌跌撞撞地跑向电梯，脚步凌乱的几乎要摔倒，指尖颤抖着疯狂按下1。快点！电梯缓缓启动，他的心跳急剧加快。16、15、14，电梯终于下降了。他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可是玻璃门上映出的反光让他的血液瞬间冻结。在电梯角落有一道模糊的影子，静静地站在那里。小袁的呼吸猛地一滞，不敢回头，只能死死地盯着面前的电梯门。影子没有动，像是沉默地注视着他，心跳声震耳欲聋。他的手指死死抓着胸口的衣襟，汗水顺着脸颊滑落。他不敢看，不敢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终于，电梯到达了1楼，门缓缓打开，外面的光线倾泻进来。他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，扑向护士站，手脚冰冷，剧烈喘息。值班护士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。小云，你怎么了？他猛地转头，看向身后的电梯，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影子不见了。小云喘着粗气，抬起手臂，用颤抖的手指擦去额头的冷汗，心脏仍然狂跳不止。他终于逃出来了，可他的身体仍然不受控制的颤抖。他的本能告诉他，事情还没有结束。值班护士看着他的脸色苍白，担忧地问道：你刚才从哪回来？小云缓缓地抬起头，嗓音嘶哑。16楼，护士的脸色瞬间变了，目光里闪过一丝惊恐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咽了下去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用平稳的语气问：你还记得你是怎么上去的吗？小云的身体猛地一震，愣住了。什么意思？他的声音变得干涩，
护士盯着他，眼神复杂，缓缓说道：“今晚你没有被安排去16楼。”空气死寂，小云的脑袋轰的一声炸开，耳边嗡嗡作响，整个人如坠冰窖。他的护理记录明明写着他的值班楼层是……他猛地低头，颤抖着翻出自己的工作记录单。夜班病房巡视8楼、10楼、12楼，没有16楼，根本没有16楼。他的脑海瞬间一片空白，回忆像倒带一样快速闪回，他是怎么上去的？他为什么会出现在16楼？他的手指剧烈颤抖，像是失去了所有温度。他记得，他按下电梯的时候，屏幕上的16楼是自动亮起的。他记得，他在1609号病房里看到了一本被翻开的旧书，上面写着医生再见。他记得电梯里那道模糊的影子，他的世界仿佛崩塌了，他的身体微微摇晃，耳边再次响起那道沙哑的声音：“你看到我的病人了吗？”不是。他终于明白了，沈医生一直在找的从来都不是他的病人，他一直在等着下一个进入16楼的人。他猛地抬起头，脸色苍白如纸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。护士的声音变得遥远，世界仿佛陷入了一片死寂，而他的手机在他的口袋里震动了一下。他僵硬地掏出手机，屏幕自动亮起，弹出一条未接来电通知：未知号码，16楼来电。电梯门再次缓缓打开，屏幕上的数字停留在16楼。小云颤抖着抬起头，电梯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泛黄的旧书，静静地躺在地板上，书页被风轻轻翻开，医生再见。